在帕赫尔贝的卡农的旋律中，一位少女收拾着一堆颇有年代感的旧物，那是她妈妈的书籍和日记。她叫智慧，妈妈的日记和信件引起了她的兴趣。在这些书信中，珍藏着她妈妈的初恋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是智慧的朋友秀景，她要和男朋友尚明看电影、逛美术馆。智慧觉得自己当个灯泡不是很合适，很想拒绝。秀景却说是尚明的邀请。尚明是学校戏剧社的社长。秀景虽然和智慧是朋友，但却很有心机。秀景给尚明的电子邮件几乎都是智慧代写的。在一次戏剧社的排练中，为秀景探班的智慧无意间引起了尚明的注意。这时秀景过来了，滔滔不绝地对智慧诉说着自己对尚明的崇拜。尚明是学校的有名帅哥，连便利店的阿姨都觉得这个男孩子可爱。便利店外，绿淅淅沥沥，看着撑伞走出门的尚明，智慧的心里正在遗憾自己没有去搭讪。智慧放下电话，为了缓解紧张的心情，她吹了吹额前的头发，转身却看到散落一地的书信。她把书信整理好，好奇地拿起了一封信，上面有妈妈的名字程朱熹，爸爸的名字尹泰秀，还有另一个男性的名字吴俊和。这引起了智慧的好奇心。아침에 창문을 열었을 때 생량한 바람이 가을을 예고해 줍니다. 그 바람을 편지지에 실어 당신에게 보냅니다. 생량한? 촌스러워. 좋아, 클래식하다고 해두지 뭐. 在层层叠叠的书信之下，有一本发黄的线装日记，在书页间夹着一张黑白的旧照片。智慧并不认识照片中的男孩，过去却在这一刻展开。那一年的暑假，水源市的臭小子吴俊和正在乡下叔叔家的小溪边捞鱼，恰好宋老爷家的孙女朱熹坐着牛车回乡探亲。宋老爷的儿子是国会议员，三个男孩都被这个来自城市的干净女孩所吸引。俊和下意识地挥手打招呼，朱熹回应了他，情不知所起，爱情的种子就这样发了芽。后来的一天，俊和和朱熹正式相识，微风中，树林边，两人靠得如此之近，似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。朱熹大胆地邀请这个刚刚相识的男孩去河对岸的鬼屋，还问他敢不敢去，会不会划船。俊和看着眼前这漂亮的姑娘，脑子根本已经停止了思考，全都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中午，俊和在船上等待，朱熹如约而至。俊和悠闲地划着船，朱熹讲出了他想去鬼屋的原因，是爷爷禁止朱熹去对岸的鬼屋，这却更加刺激了朱熹的好奇心。他想通用这种方式来小小的反抗下家庭的管教，但他又不想让爷爷知道，所以只好找毫不相关的俊和带自己去。俊和哪有再仔细听，可的心早就在朱熹鹰眼的声音中飞走了。可是船却一点没动，俊和只好坦白，这是他第一次划船。河对岸的鬼屋是一所废弃的旧房子，小小的院子，柴房的柴草散落一地。俊和还讲起了鬼笑话，显然很冷就是了。在鬼屋的冒险中，两人被鬼吓得哇哇大叫。朱熹从来没有这么释放过自己，叫得更大声了。回家的路上，用来过河的小船被水冲走，又突然下起了大雨。两人在雨中的树林奔跑，朱熹崴伤了脚，俊和低下身要背起朱熹。朱熹犹豫了一下，接受了。
雨中的田野，俊和背着朱熹一步步向远处的茅草屋走去。朱熹透过湿透的衣服感受着俊和的温度，两个人的关系此刻有了微妙的变化。雨终于停了，俊和在瓜田摘了个最大的西瓜，两个人在雨后的微风中用最田园的方式啃着西瓜。他们沿着河一直走到满天星光，在村口的栈桥，朱熹看到了漫天的萤火虫，俊和抓了一只放到朱熹的手心。萤火虫那冷冷的亮亮的光，是朱熹在这个假期最好的礼物。他把自己的项链送给了俊和，作为冒险之旅的报答。爷爷的人还是找来了，他们带走了朱熹。俊和听着他对己悄悄说谢谢。还没等回过神，爷爷的巴掌已经打在了俊和脸上。暑假就这样结束了。这一天，俊和正在窗边看书，他的同学尹泰秀突然找上他，让他帮忙写一封情书给自己的未婚妻。泰秀的未婚妻是父亲在他小时候就定了的父亲朋友的女儿。泰秀拿出了未婚妻的照片给俊和看，照片中这是朱熹。泰秀的父亲对泰秀相当严厉，就连泰秀和朱熹的书信也要查看。泰秀对这件事却很不在意，说自己不是从一而终的类型，并告诉俊和，朱熹的身体一直不好，也很内向。但在这个暑假之后，他健康了许多，也开朗了很多。俊和微笑着摸了摸颈上朱熹送的项链，他当然知道怎么回事。俊和替泰秀写的第一封信写好了，这对俊和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。在信中，他有太多想说而不能说的话。泰秀眼睛贴在信纸上看完了信，称赞写得很好，并展示自己的特技作为感激。 무슨 노래인 줄 알아? 很快，秋天来了。一天，泰秀大叫着冲进图书馆，对正在读书的俊和说：“得到了音乐会的邀请函。”在音乐会中，朱熹弹奏了一首钢琴曲。音乐会散场，朱熹在家人的簇拥中离开。 俊和捧着没有送出的花，坐在路边的长椅上，轻声叹着自己和朱熹的又一次错过。无意中抬头，却看到朱熹正奔跑着回到音乐会场。俊和赶紧拿起花，向朱熹的方向奔跑。在教室外，气喘吁吁的两人终于再次面对面。这是暑假后的第一次见面，两人内心充盈的情感。 却化作不无痛痒的寒暄。短暂的相聚，很快就要分手。朱熹告诉俊和，那只萤火虫还好好的活着。俊和此时终于明确了朱熹的心意。 从夏天到秋天，智慧都沉浸在妈妈的爱情故事里。她又受邀去当秀景的电灯泡，这次是在美术馆，看着秀景和尚明各种秀恩爱，她尴尬地咬着嘴唇。在戏剧化的镜头下，智慧和尚明的目光交叉又躲闪，这里的镜头像两人的情愫一样微妙，让人觉得秀景才是那个多余的人。 智慧推辞了尚明晚饭的邀请，尚明却偷偷地追上来，送给朱熹礼物，借口说怕他感觉被孤立。正在这时，秀景也冲了过来，他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，
用相当简单粗暴的方式向智慧宣示自己对尚明的主权。但在尚明的坚持下，智慧还是选了一个。回到家，智慧趴在床上，猜测礼物盒里会是什么。里面放着一只小熊挂坠和一封小信，信上写着一首诗：当太阳的余光照在海面，我在想你；当朦胧的月光映照在泉水中，我在想你。这是尚明写给秀锦的情诗，自己是多余的那个。他决定把礼盒还给秀锦，而自己要从这段奇怪的关系中撤出，不再见尚明。俊和又在替泰秀写信了。泰秀透露要和朱熹参加一个舞蹈课，他邀请俊和一起去，并说希望俊和也能在那里找个姑娘。舞蹈课上，穿着校服的俊和格外精神，两个相恋的人却要在泰秀面前装作初次相识。两人肆无忌惮地用唇语交流，秋波暗送。舞池中，他们俩终于牵手，又快速分开，彼此眼波温存，溢出了无法掩盖的爱恋。课后，青年们扬两分手，泰秀也把朱熹送到了家门口。朱熹进门之前，楼梯下的路灯闪烁起来。是俊和，他站在楼梯下，喘着粗气。两人压抑的感情迎来了第一次爆发，闪烁的路灯也成了两人的暗号。朱熹奔向俊和，一个深深的拥抱。而这甜蜜的感情中隐隐浮现出的危机，这对年轻的恋人又将如何面对？也许是日记看得太入迷，智慧第二天的小提琴课完全迟到了。秀锦早已等在这里，要回了礼盒中的卡片。教室外面阴沉的天下起了冰凉的秋雨，智慧只好躲在一棵梧桐树下，却与尚明不期而遇。才刚刚下定决心不再见尚明，智慧紧张的想要逃离这段关系，借口说自己要去图书馆。尚明却用自己的外套撑起了一个雨伞，护送着朱熹过去。这里可以说是全剧最经典的镜头了。奔跑中，两个的情感也在这雨中渐渐生根、萌芽、泛滥。图书馆到了，朱熹对尚明说：“你自己要背淋湿了。”尚明回应道：“反正都要淋湿的。”这里两人的台词用了巧妙的暗示。朱熹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你和秀景怎么办？尚明的意思是我来处理，反正这是我这边的问题。说完，尚明奔向雨中，而朱熹赶紧跑上2楼，好能看到尚明的背影。对于自己喜欢的人，人总是无论如何不肯放过任何一点能和对方产生交集的时间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、1秒的背影。朱熹回避尚明的计划落空，此时的他只会觉得，为什么图书馆要这么挤？泰秀没有收到朱熹的回信，他有点着急。自称不会从一而终的他，真的喜欢上了朱熹。他捧着一束花，笨拙地站在朱熹家的门前，想给朱熹一个吻，却被自己的帽檐遮挡。对于感情中潜藏的危机，朱熹和俊和再也无法视而不见。这次约会，朱熹拒绝了俊和的吻。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无辜的泰秀。俊和说，因为泰秀太善良了，才更显得自己混蛋。俊和再一次向朱熹吻去，他想接着逃避，朱熹却再一次躲开。俊和安慰说都会解决的，但语气中一点底气都没有。而朱熹不想选择泰秀，但也不想伤害他。他不想在两人中做选择，他准备再一次封闭自己。
恋爱有谈，书也要读的。迟到的俊和和泰秀，屁股被学校的监察连着打了好多下，泰秀几下就被打晕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晕过去了。泰秀告诉俊和自己亲了朱熹，他也明显感觉到朱熹不喜欢自己。唉，可怜的孩子啊！朱熹也不再见俊和，闪烁的路灯很像那天的萤火虫。俊和只好在朱熹家的门前留下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一首小诗：当太阳的余光照在海面，我在想你；当朦胧的月光映照在泉水中，我在想你。又是一场雨，俊和等在朱熹回家的路上，把朱熹拦了下来。纠结的雨中，纠结了2个年轻人。因为这场冰雨，朱熹又生了病，住进了医院。被冷落的泰秀想去医院探病，增加朱熹对自己的好感。天真的他以为付出真心就能得到回报。医院里，朱熹醒了，俊和坐在床边，他们像往常一样聊着天，聊着泰秀，假装看不见那个最大的问题，但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。俊和说自己真的好差劲，除了喜欢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他要向泰秀去坦白，他的方法简单粗暴，让泰秀打他。但泰秀早就知道了，因为朱熹送给俊和的项链本就是泰秀的爸爸送给未来儿媳的礼物。很可能泰秀在一开始就知道了，所以才在之前的舞蹈课上突兀地问：아니요? 내 둘도 없는 친구라면 맞을 겁니다. 泰秀还是选择了退出，并告诉朱熹，他的情书都是俊和的代笔。寒假，2个人的感情解决了最近的阻碍，终于不再隐藏，2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。泰秀还建议俊和用自己的名字署名，这样就不会引起朱熹父母的怀疑。朱熹也准备再次回到乡下爷爷家，俊和得知后满心期待，但故事总不会这样顺利的发展。俊和的一封信被退回到泰秀家，泰秀不得不对父亲坦白，招呼他的是一顿皮带的毒打，在家是父亲攀附权贵的工具，在外是朋友传达爱意的工具，工具人泰秀承担了所有。看着面前的好朋友，泰秀觉得也许只要自己死掉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。父亲不会再逼他和朱熹结婚，也不会让朱熹在左右为难。他问俊和怎么处理这个伤害自己的皮带，是吃药还是绝食？俊和不明就里，附和说勒死他。泰秀准备了遗书，挂在了自己的领扣上，那个他从来不会扣上的校服扣子，整理了一下领章，从容赴死。医院中被俊和救下的泰秀躺在病床上，俊和明白，也许这次应该要自己放弃了。他强忍着泪水，悄然离开医院，留下了朱熹的项链挂在门上。看到挂坠红着眼圈的朱熹，明白了一切。他追出医院，楼下一队队的士兵正列队经过。战争年代，大批韩国青年被征召去前线。朱熹四处寻找，但已看不到俊和的身影。秋天的雨真是说来就来，智慧坐在窗边，用纸杯喝着热水。便利店的老板娘得意地炫耀自己的一把雨伞，说是上次的雨天上民送的，所以很特殊。听着老板娘的话，智慧忽然明白
是尚明故意把伞留在这里，才创造了和自己在树下的偶遇。他的眼中已泪水盈盈。 이거 정말 他拿起的伞，开心地说：“要去把这把伞还回去。” 언니 这次的雨有点不一样，穿过乌云的间隙，阳光能够照向大地。智慧明白了尚明的心，他不再纠结，顾不得撑起伞，在雨中奔向自己的所爱。剧场中，尚明看着湿透的智慧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次明明带了伞，为什么还淋湿了？”智慧回答：“因为他不是唯一一个带了伞还被淋湿的人。”尚明也终于卸下自己的防线，哽咽着对智慧坦白：“伞的确是看到智慧后故意扔下的。之前的礼物也是因为想向智慧表达心意，才故意买了2个。如果两人有缘，智慧会收到有卡片那个。但之后却觉得两人开始有了距离，不敢把对智慧的喜欢说出口。相恋的两人终于明确了彼此的心意，放下了悬着的心。智慧来看舞台剧，秀景却在舞台上失控，直接导致了与尚明的分手。智慧和尚明终于走在了一起，他带着尚明来到了妈妈回忆里的小河，在乡村小路上。 年老的快递员错把智慧认作了朱熹，说给他的妈妈朱熹送过好些个信。 고마워요 할아버지. 俊和出走后，一次学生运动中，朱熹和泰秀再次相遇。从泰秀的口中得知，俊和马上就要去前线。车站挤满了送别的人群，泰秀和朱熹苦苦寻找。 终于找到了火车上一言不发的俊和。朱熹满眼泪水，拍打着车窗，犹如一下下拍打在俊和的心上。他不停地叫着俊和的名字，对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”俊和扭过头，强忍泪水，也强迫自己放下自己的所爱。 朱熹已经哭成了泪人，汽笛长鸣，火车开动，朱熹追着火车奔跑，一直到站台的尽头。他把自己的项链交给了俊和，俊和戴上项链，将挚爱珍藏。清晨，一辆出租车沿林荫路驶来，停在了路尽头的餐厅。 俊和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活了下来，他和朱熹约在这里见面。多年不见的两人都变得更加成熟。俊和刚一张口，朱熹已经眼睛泛红。 하나도 안 변했어. 지금도 옛날처럼 예뻐. 俊和说自己已经结婚。 示意朱熹也不要再等。此时，朱熹才发现俊和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。他活着回来了，但再也无法看到自己。 생각해봐도 너무 순수했어. 다시 오지 않을 시절이지만. 被识破的俊和变得手足无措，口中说着，明明前一天练习了很久的，步子却跌跌撞撞，就像他们之间曾经的恋情。 朱熹和泰秀结了婚，后来有了智慧。在智慧小时候，记得有一次，妈妈带着她来到河边，为一位叫俊和的叔叔举行简单的葬礼。俊和的心愿就是把骨灰撒进河里。随行的人告诉朱熹，俊和是在朱熹结婚后才结婚，而且他还有一个儿子。朱熹听着早已泣不成声。小智慧把困在小水塘的小鱼放到河里。 就像朱熹和俊和的感情，终于也变成了故事汇入河流。
智慧讲到这里，边上的尚明却格外激动。在智慧的不解中，尚明摘下戴在脖子上的项链，那条朱熹送给俊河的项链。这是一部上映于2003年，由郭在荣导演的韩国电影。转眼20多年过去，再次观看依然让人动容。彼时的孙艺珍，清纯好看的似一汪清水。电影的故事用2条主线来讲述，而2条主线的结构正像是卡农的曲式，重重叠叠，而少年少女们的感情也如这曲子一般，不知所起，却一往情深，没有盟誓，却坚强而笃定。韩国的爱情电影有很多，这部却格外出色。关于初恋这件事，导演处理的克制而细腻，虽然没有过多热烈的你侬我侬，但却总是在细微之处，在你敏感的神经上轻轻碰一下，你便有了反应。牛粪中的屎壳郎，鬼屋中的尖叫，河边草丛的萤火虫，作为暗号的路灯，对小礼盒的猜测，恋人间忽闪的眼神，不易察觉的微表情，雨中的奔跑，恋爱中单纯而复杂的内心，或多或少都能在自己的记忆中找到映射。有人或者觉得矫情，但当时的男女又是怎样的用心？雨是电影中重要的意象，每一场雨都将年轻人们的感情经历的波澜推进一步。俊河的爱是率直，是欲望，是奉献，而朱熹是坚强和忍耐。太修有个叛逆的外壳，却有着脆弱柔软的内心。这条主线上满是遗憾，没有人得到真正的圆满，其中的遗憾让人念念不忘，却不得回想。不说求不得，爱别离，爱是缘分，也是枷锁。回到最初的最初，俊河没在捉鱼的时候碰到朱熹，他们各自的人生会不会更加完满？而这些遗憾和留白，却让人在故事结束之后仍然无法释怀。好在故事的最后，他们的爱能够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延续。栈桥边飞舞的萤火虫知道曾经有人那么相爱。无论你觉得故事如何，电影本身只是一点点催化剂，让人在故事中找到还能够感动的自己。这部电影的音乐也非常出色，除了非常催泪的主题曲，还有一首叫做《太痛苦的爱不是爱》，口琴的倾诉里满是孤独、纠结与无奈。其实最爱的还是另一首，叫我对于你，你对于我，由一个叫做骑自行车的风景的组合演唱，旋律轻快而释放。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想起智慧和尚明在雨中的奔跑的那种简单放肆的快乐。无论爱情里有什么痛苦、悲伤、彷徨、错过，其实最深的印记总是那些彼此的深情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那么就在这音乐中结束我们这一期映晨剧院吧。大家有喜欢的电影，也可以在评论或者私信里推荐给阿印哦。映晨剧院，我有那么多好电影想跟你分享，记得关注哦。